你知道吗？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从第一滴石油的火焰到电流穿过城市的夜晚，我们每一次握紧新的能量，都是为了跑得更快、更远。每一次技术的飞跃，都在重塑生活的边界。可我们真的跑赢了吗？机器嘶吼，自然沉默。我们一路向前，步履不停，是否忽略了前行的意义？效率是人类向上的本能，底线也需要有人来守护。奇瑞不愿做速度竞赛的追随者，所以当世界呼啸向前，我们选择用最谨慎的步伐回应最急切的渴望。我们相信，真正的领先，不只是改变世界的速度，更是守护生命的厚度。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突破技术的高度，更是守护绿色的态度。真正的创新，不只是追求性能的强度，更是守护地球的温度。真正的担当，不只是收获市场的热度，更是守护未来的长度。跑赢时代不难，守住初心不易。让能源取之自然，归于自然。让技术始于创新，终于安心。守护是另一种前行。有请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岳先生登台，为我们带来奇瑞的能源战略。有请尹董。尊敬的孙金华院士、尊敬的陆峰教授、各位嘉宾、合作伙伴、媒体朋友，大家晚上好。最近汽车圈含电量非常高，我们的友商比亚迪、吉利都发布了最新的电池技术，非常牛，为中国新能源市场带来了一声声春雷。2年前，我曾立下 flag， 说奇瑞在新能源上要不客气了。2025年，奇瑞集团全年新能源销量突破90万辆，同比增长55%。我们向全球出口了33万辆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的37%，同比增长446%，算是用实际的销量兑现了当年的吹牛。刚才柳燕秘书长在这个休息室问我说：“今天晚上要不要说电池？”奇瑞不客气了。尽管在电池板块和我们合作的院士最多，尽管我们引进的电池的技术的大咖最多，尽管电池事业部的博士数量最多，但是我们的固态电池没有量产之前，这个不客气的牛我不敢吹。我们希望和我们的中国品牌的兄弟们一起与产业链、价值链的合作伙伴们一起，特别是我们和大学的许多院士、老师们一起，共同为这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为我们这个
地球的这个母亲增添更多的绿色。回望刚刚过去的“十四五”，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出口规模都是位于全球第一。电动汽车的快速突破，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成熟的电动车的供应链，共同托举了中国汽车在全球舞台上的崇高地位。在这份来之不易的精彩答卷上，还有2道题需要我们共同破解。第一道题就是新能源不能叫真的新能源。在“十五五”这个规划的编制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万钢主席当时带了这个在协会的组织下，这个就是汽车“十五五”汽车干什么？那么中国的“十五五”实际上就是解答这2条题。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在“十四五”是电动车的新能源，在“十五五”希望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就是说从大宗材料的矿山矿井的开采，到制造端，到使用端，到回收端，我们能摆脱这种这个碳排量巨大这个黑电。我们希望这个产业希望流淌的是绿色的血液，而不是这个大量的这种煤炭产生的电力，做成真正的新能源。第2道题就是智能化，我们很热闹很快，但是我们的智仓、我们的智驾，相对于特斯拉的 FSD 的14.2版本和 Grok 模型相比，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我们在智驾还处在辅助驾驶阶段，我们 L3 或者 L4的这个法规还没有真正的落地。所以“15五”奇瑞公司希望能够参与或者是率先破解这2大课题，所以选择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3月18号我们要再一次打下奇瑞公司的战略支桩。29年前的今天，我们打下了发动机支桩，解决当时中国自主品牌的心脏问题。去年的3月18号，去年的今天，我们打下了智能化支桩，解决我们智能化汽车的这种大脑的问题。今天的318，我们要打下电池支桩，不仅是要给电池装一颗更加强劲、更加安全放心的绿色心脏，更要解决全产业链的绿色血液和绿色基因的问题，要让中国的电车真正在全球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低碳化。奇瑞就是一个理工男，用理工男的初心、理工男的这种韧劲和偏执，来啃下一块块这些硬骨头。奇瑞公司要不断的做过头事儿，但是不允许说过头话。奇瑞的新能源就是要玩真的，就是要动真格的。去年我也说过，奇瑞是一个伪装成车企的动力总成公司，是全球几乎唯一的一个全动力技术布局的车企。我们一直坚持发动机创新，插混、增程、纯电、氢能、风电、光电、储能都不少。用户的需求在哪里，奇瑞的技术创新就要做到哪里。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再说，奇瑞公司也是一个伪装成车企的绿色能源公司、电池公司、高科技创新公司。
奇瑞的技术百宝箱里，无论是我们的混合动力、新燃油技术，还是今天的电池技术，我们要求每一件技术都能拿得出手。今天发布的石榴电池，就是这个技术百宝箱里的璀璨钻石。既然是玩真的，动真格，石榴电池的真体现在3个方面，就是真安全、真绿色和真生态。真安全，用户不仅关注补能快不快，更要关注安不安全、抗不抗造。5年前、10年后的电池还行不行？那么安全永远是用户排在第一位的考量。过去我是奇瑞汽车的小白鼠，每一个车型、每一个平台的开发，我都是做了个试验员，做小白鼠。从现在开始，我也是我们每一块电池、每一种电池技术的小白鼠，我先自己试。这也是为什么奇瑞开发电池20多年，是国内最早尝试电池技术的车企，但电池上车这么慢，被大家嘲笑成起的是特别早，那赶的及时特别晚。就是我们不反复测试，不自己用，不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心中不安。安全是奇瑞公司的绝对的底线。我们相信奇瑞公司只要想干，一定能够后发先至。这一次我们带来的石榴电池这个电池如其名石榴就是皮糙肉厚，特别抗造，够安全，充得快，用得久。我们对电池安全的定义不是达标就好，而是要追求极致。我们40多项电池安全指标，这个企业标准要远远高于我们的国家行业标准和欧洲的国家标准。我们考虑各种极端场景，反复做各种穿刺、挤压、清水当然还有高空30多米往下扔车这么一个令人发指的测试，就是要把各种想不到的小概念的极端的风险要扼杀在摇篮里，通过全场景或者超场景的机制测试，让用户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依托全球化的优势，把我们产的电池，把我们买的电池也都送到世界各地最严酷的考场做实地测试。因为奇瑞是做出口最早的车企，也是最早进入到欧洲这个高法规市场的车企，安全、质量、碳排放都是进入这些高法规市场的门票和敲门砖。所以奇瑞把 ESG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刻入到我们的骨髓。除了被动安全的铜墙铁壁，奇瑞公司主动安全预警、主动干预的这个技术，也都是反复千锤百炼。上车后24小时守护，就是奇瑞对电池安全的郑重承诺。再就是绿色，真绿色。奇瑞集团今年的研发预算大概是300亿。那么重点是投向电池技术创新、补能技术创新和补能网的搭建，以及AI 技术。那么这些技术的共同底色就是低碳、绿色和创新。在奇瑞的定义中，真绿色有3层含义，就是材料与生产端的绿色。我们希望能够全供应链，不仅仅奇瑞公司我们的这个材料，我们要求我们供应商的材料也都要碳溯源、碳足迹管理，实现从源头、从矿山、矿井开采到使用到再利用开始，都要为我们的电池
和我们的车打上绿色的基因。第二层就是使用端，我们现在过去呢，工厂造的产品是绿色的，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在使用端，我们也要用这个绿色的电。我们怎么样在欧洲用选择绿色的时段去充绿色的电，在国内如何去打造绿色的补能系统，让我们每一个车都能够用分布式的绿色储能单元，每一块电池都是我们可交易的绿色能源资产。第三是回收端的绿色，我们从电池设计的第一天开始，就规划它梯度使用，然后再回收的阶段，让每一块电池的价值都要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第三就是真生态，奇瑞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车、储、补能网络、云端和碳6位一体的智能生态，能源生态。我们在全球率先提出将构网型加微脱机技术应用于绿能超充站，强化车网互动的同时呢，尽量的不影响电池的循环寿命。欧阳明高院士团队认为，这种技术甚至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充分发挥电动汽车的分布储能。我们的能量魔方能够成为，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智能分布式补能单元。我们新一代的燃料电池和叫 eFuel 的技术，我们去年年底就出现，就是第一代样车就出来了。今年我们会跟国家相关部门和上海和许多著名的大学合作，开发一个氨基的，就氯胺的这种液化风能、液化太阳能的这种技术，来满足工业的园区的零碳运营和算力中心的能源，就绿色能源供应。所以今年奇瑞发布的不仅仅是一个电池战略，是一个石榴电池，更是奇瑞面向 AI 时代、面向未来全绿色、全生命周期绿色的一个绿色的种子。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奇瑞固态电池的进展，一会儿奇瑞副总裁谷春山会详细介绍。我这里面先埋一个彩蛋，给大家说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真布局，就真实的花钱，真实的花钱。我们打造了全固态电池研发平台，与这个行业优秀的伙伴，有最强的院士团队，建立一支由顶级科学家领军的人才团队。第二个是真进展，我们已经建成领先的实验室、试制线，已经开发出不同量级的电芯，正在大量的做严酷的试验。我还想说，电动固态电池这一块，我们必须是开门开放创新，我们一家干不了。我们一直坚持开放创新，和欧阳明高院士、孙金华院士、陈军院士等世界顶尖的专家，与宁德时代、勾炫高科等优秀合作伙伴一起，我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合作项目。这个联盟我们希望越组建越大，让中国的强的合作伙伴强联手，然后把这件固态电池这件事儿我们干成、干好、早干成。奇瑞给自己定下了7位挑战的碳中和目标，就是2023年比2030年比2023年我们的单车的制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降低60%以上。到
2037年奇瑞公司40岁的时候，我们实现奇瑞公司内部的运营的碳中和。2047年，我们要实现整个奇瑞这个价值链的碳中和。这个牛吹得很大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肯定不在这管这个企业了，所以我也不用负责啊。奇瑞的新能源就是要玩真的，动真格，真做到。我希望和所有的友商，我们中国的广大的合作伙伴，做我们地球母亲的守护者，做真正的长期主义，做真正的新能源。谢谢大家。感谢尹董的分享，请您落座。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先生隆重登台，发布奇瑞的电池技术蓝图。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线上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奇瑞汽车的谷春山，欢迎各位来到奇瑞的电池之夜。刚才尹总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奇瑞的能源生态战略，其中提到了一点，就在今天这个318特殊的日子，要打下电池之桩。那么下面由我为大家分享奇瑞的电池战略，让大家带入奇瑞的电池世界。那么，人类出行方式的这种100年的跃迁，实际上就是能源与动力的这种跃迁的历史。从一开始以蓄力为主的马力时代，到后面的以煤炭为主的这个蒸汽机时代。到后面以石油为主的这个内燃机时代，以至于到现在电驱动为主的这个新能源时代。也就是说，我们逐渐进入了新能源出行的时代。那么在座的有很多都是奇瑞的老朋友，对奇瑞非常了解。其实奇瑞是最早一批做新能源汽车的车企，早在1999年，奇瑞就成立了清洁能源汽车专项组，前瞻性地埋下了新能源的种子。在2005年，国家节能环保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标志着奇瑞承担着国家新能源技术研发的责任。2009年，奇瑞第一辆纯电车下线，成为最早将纯电动车带入公众视野的中国品牌。在电池的核心领域，奇瑞在2015年就成立了骐达动力电池公司，并在22年成立了德一能源，夯实产业链的底层技术，并且在2024年，我们成立了固态电池研究院。所以，奇瑞是新能源的先行者，也是时代的同路人。如尹总前面所说，好，谢谢。如尹总前面所说，如今的奇瑞已经发展为集新能源汽车、绿能补能以及机器人和 eVTOL 等多种产业布局，正在构建我们的能源生态。那么电池呢，作为这个能源生态的核心载体，到2030年，奇瑞预计年需求量将超过300吉瓦时。我们到2030年，我们将累计投资电池超过500亿。那么，奇瑞在电池的研发领域呢，目前构建了6+5+3+N 的创新、开放、合作的研发生态。我们这个6大研究院呢，就是材料、电芯、系统到控制，还有制造，最后还有一个到固态电池。那么5大这个遥光实验室，重点呢是突破电池的底层和前瞻技术，其中还有3大联合研发平台，
它们分别是陈军院士工作站，落户在奇瑞。第二个呢，就是中汽中心，我们和奇瑞一起建立了新能源联合创新实验室，还有与欧阳明高院士团队的赛克科技成立了电池联合实验室。N 就是构建了产学研上下游的朋友圈，联合了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和资源，共同打造奇瑞电池的研发生态。那么奇瑞是连续23年乘用车出口第一的中国品牌。近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增速迅猛。那么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奇瑞新能源出口33万辆，其中每4辆当中有1辆驶向了欧洲。但是全国各地各地区新能源这个发展极不平衡，新能源的渗透率参差不齐。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新能源的用户里面还有很多的痛点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些痛点解决了以后，中国新能源汽车将会进一步促进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那么全球新能源车用户这个痛点主要集中在3大焦虑上面。第一个就是充电焦虑，充电慢，充电桩少。第二大焦虑呢，就是寿命焦虑，电池衰减快，汽车残值低。第三个焦虑呢，就是安全焦虑，怕着火，怕爆炸，怕家人受伤。所以3大焦虑一个答案，奇瑞带来了我们的答案，就是犀牛电池。我们要把我们的犀牛电池打造成如犀牛一般，充得快，用得久，够安全。好，谢谢。那么充电就如犀牛角一样锋利，那么用得久，犀牛在大型的陆地哺乳动物里面，寿命是佼佼者，它可以活40到50年。那么够安全，大家都知道，犀牛皮可以厚达50毫米，皮糙肉厚，坚不可摧。所以奇瑞的犀牛电池为全球用户而来。那么首先在充得快方面，奇瑞我们在电极材料方面构建了电子和离子的双网传导，通过这种3维连续的导电骨架和离子通道的协同设计，将传输效率提升了15%，有效地降低了充电过程中的类组损耗。那么电极是电池性能的关键载体。犀牛电池通过秒充电极设计，破解高倍率下的扩散瓶颈，使锂离子扩散这个速度提升了20%。在快充过程中，电池内部会产生大量的热，那么犀牛电池的急速液冷，冷却能力呢提升了15%，那么确保电池内部处于最佳的工作温度。那么铸造了这个秒充的安全防线。通过以上的材料、电芯以及系统级的这种一系列的技术应用，我们最大的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200千瓦，充电8分钟，续航500公里，实现了犀牛电池充得快。那么在用得久方面，那么电池的寿命的衰减，主要是因为里面可用的锂离子不断地在消耗。那么犀牛电池呢，采用了很多的技术，材料结构稳定的技术，抑制膨胀和界面的损失，从源头减少了可用锂离子的消耗。那么正极材料呢，我们采用了梯度的掺杂技术，在颗粒的表面构建了稳定的界面层，有效地缓解了它的这个晶格结构的退化。那么在负极，那么我们构建了这个低应变的石墨，通过精确调控这个石墨沉间距和它的这个晶体结构，让石墨负极体积的膨胀率降低了10%，有效地提升了负极的循环寿命。还有
就是自修复的这个电解液，我们采用新型功能添加剂，及时修复受损的这个 SEI 膜，有效的延长了电池的寿命。正是以上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犀牛电池最高的循环寿命可以达到5000次。那么5000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以混动最短的续航，纯电续航100公里，充一次电满充满放一次100公里纯电续航。也就是说，混动车你当纯电动车用，那么5000次就意味着你可以开50万公里，所以真正实现了犀牛用得久。那么在过去几年，电池技术的确发展迅猛，特别是在最近，特别是在超充这一个维度，这个不断的刷新记录。但是行业专业的人都很清楚，真正好的电池应该是一个6边形战士。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那一个维度就应该是安全，因为熟悉奇瑞的朋友都知道，安全早已经融入了奇瑞血液的 DNA， 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奇瑞犀牛电池正于基于这一理念，始终以安全为前提来挑战我们的续航和我们的快充等等这些核心指标。那么犀牛电池打造了360守护的安全体系，3就是3道防线，就是从微观的材料到宏观的结构，再到我们云端的控制。6就是6大场景：高温、高寒、高盐、碰撞、刮底、涉水，这6大典型的用户场景。0就是零妥协，就是我们零缺陷的这种质量目标。那么下面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硒晶材料，材料就是电池的安全基因。那么第2道防线就是硒盾结构，如同犀牛皮一样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铠甲。那么第3道防线就是硒云质控，就像犀牛背上那个如影随形的犀牛鸟，它们共生，同时犀牛鸟又是犀牛的预警机。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那么电池常见的失效。那么左边呢就是常见的胀气，右边呢就是内短路以后产生热失控的失控。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管是失效还是失控，归根结底都是材料级的失效，所以材料是电池安全基因。那么第一道防线，我们的硒晶材料，我们设定了严苛的材料控制标准，达到200余项，其中80%都严于行业标准，从源头奠定了犀牛电池的安全基石。其中以电解液中的隐形杀手游离酸为例，行业标准通常控制在150 ppm， 而我们收紧为120 ppm， 将风险降低了20%。那么如果这个严苛的这个材料这个标准是安全的基石，那么材料的设计高度决定了我们安全能力的上限。那么硒晶材料在正极材料上面，我们采用了脱晶技术，拓宽了那个离子传导的这个通道，提升了这个传导的效率的同时呢，还牢牢地锁定了这个晶格的骨架，让它的稳定性提升了11%。那么4大主材里面，比如再说隔膜，我们采用创新型的纳米晶复合技术，使针刺的这个强度和热稳定性同步提升了20%，筑起了内部防短路的这种坚实的屏障。那么硒晶材料创新设计，重新编写了我们犀牛电池的安全基因。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硒晶材料赋予我们犀牛电池的极致安全，请看大屏幕。
好，谢谢。行业中经常是采用单一的工况来验证这个电芯的安全，他们分别模拟整车的刮底、涉水和碰撞等场景。我们成功挑战了电芯复合工况的这种测试，也就是50%的底部挤压，这个3倍于国标，加上100%的进水，以及3针针刺3倍于国标，犀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但还没有结束，我们认为3个针还不够，大家继续看大屏幕。在经历10倍国标、10针针刺这个极限测试以后呢，犀牛电池依然温度稳定，不起火、不爆炸。这正是硒晶材料的极致创新，赋予了我们犀牛电池极致的安全本色。那么看完了我们的第1道防线，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第2道防线，也就是硒盾。那么其中包括结构，也就是机电热。那么硒盾结构呢设计呢就完美体现了我们犀牛的皮糙肉厚这一特点。我们采用了高达1300兆帕的这种笼式结构，把刚性提升了32%，如同给电池装上了这个强健的这个骨骼。那么我们还有独创的3红1重的吸能结构，能够化解60%以上的这种冲击载荷。还有我们总长可达17米长的这个复合高分子材料的密封设计，实现了这种精准的密封。还有我们4层的这种防腐设计，让电池包不仅防刮、耐磨，还更具备极强的这个耐腐蚀性。所以我们这个1000兆钢构的这个极密固防，打造坚不可摧的这个硒盾铠甲。那么硒盾里面的电气部分，我们构建了一共16层的绝缘防护，实现了实时绝缘检测，防止漏电。另外，在我们整车万一发生碰撞的时候，我们电池能够在2毫秒以内物理切断这个高压的回路，比这个眨眼睛还快50倍。所以硒盾这个电器是断得开、断得快、断得近。这个毫秒损断全为防御。那么硒盾的热控，我们是这个热控对电池来说尤其重要。犀牛的热控系统呢，我们实现了高精度的这个电芯的温度的这个监测，就像给电芯装上了一个很精密的这个体温计，然后再配上我们一些高热阻的这个保温棉，所以无论在-40度的极寒，还是55度的以上的这个酷暑，都能够让电池包工作在一个舒适的温度。那么针对可能出现的局部的这个热失控，我们构建了超过1300摄氏度的这个纳米隔热墙，配合8个独立的这个通道，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定向的把烟和热量排出去，避免这个局部的热失控造成持续的恶化。所以硒盾这个纳米隔热，这个热控有序。那么介绍了硒盾的结构、电器和热控等设计。那么极限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呢？大家请看大屏。
在中汽中心权威这个机构呢，犀牛电池成功挑战了石块和钢球连续3次撞击同一个电池包，然后每一次的这个撞击的那个能量高达1500焦，10倍于国标。那么同时，大家可以从脸侧的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出来，同时犀牛电池还通过了以下的挑战：1.5倍国标的火烧，2倍国标的挤压与刮底测试。那么还有5倍于国标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跌落。以上测试呢，犀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再一次说明了我们西顿成功构建了我们的犀牛电池的第2道防线，千锤百炼，方得西顿。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第3道防线——西云智控。西云智控是我们的第3道防线，车端的 BMS， 也就是电池管理系统，和我们的云端的大数据协同，形成了我们电池的一个全科医生，实现了这种通过车云协同智控，来实现了对电池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凭借 BMS 这个毫秒级的感知，保证我们这个电池的电量计算误差精度小于2%，让每一次电池的功率的调控收放有度，避免过放，也避免过充。那么我们云端的大数据平台呢，部署了数百余种的这种智能的算法，并且为每一块电池建立了一个专属的档案，实现了7×24小时的守护。其中有些失效、潜在的失效，我们可以在提前100天能够识别这个隐患。同时，我们现在这个西云系统目前已经布局全球5大洲100余国家。那么，在构建了我们这3道防线，也就是吸晶材料、西顿结构和西云智控以后呢，打造了我们高安全的犀牛电池包。但是，用户真正关心的安全是他的车面对高温、高寒、高盐、碰撞、刮底、涉水等全域场景如何实现？必须要通过电池与整车的完美协同，我们才能实现用户真正关心的安全。那么奇瑞从整车级定义了电池安全，分别在结构、热管理和控制等多维度打造了车电协同的开发体系。首先，比如说在结构方面，我们采用木质型的防撞梁，然后同时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传递路径，将碰撞能量分散到车身的各处，无论是正碰、侧碰还是底部的这种刮底，都能够有效地保护电池。那么还有在控制协同方面，通过整车的控制器进行中央调度，比如在满电的时候，满电制动或者长时间下坡过程中，如何避免电池过充？那么这时候就要合理分配好底盘制动系统制动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低电量的时候，我们如何进行动力的分配，避免电池过放？这些过充过放对电池来说都是不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保护电池的寿命和安全。那么搭载犀牛电池的整车，这个经历了全球最苛刻的6大场景这个验证。首先是3高，这个从55度的高温到零下40度的高寒，承受了95度整个极限温差的验证。那么高腐蚀的这个强度超过国标1.7倍，然后无惧这个沿海的气候。那么6大场景当中，还有3个用户非常关心的。第一个呢，就是也经过了严格的考验，3倍于国标的这个碰撞，4倍国标的这个刮底，以及远远超越行业的这个涉水。那么犀牛电池正是与整车的这种协同开发，我们累计里程已经超过2500万公里，足迹覆盖了这个沙漠、这个极热、雪原极寒、高盐腐蚀，
以6大场景为代表的多场景整车级开发验证，铸造了犀牛电池用户真正需要的安全。那么，在制造和品控方面，犀牛电池的零妥协，就是以 ppb， 也就是1/11级的这种缺陷管控的能力要求，打造了我们犀牛电池现代化的工厂和装备。请看大屏。那犀牛电池工厂恒温恒湿、万级洁净度，那么无尘无震的磁悬浮物流线，以及100%的工业 CT 体检，以及第3代的焊检技术，这些先进的制造工艺与装备，使犀牛电池实现 ppb 级缺陷管控的保证。那么有了好的工艺和装备，那么还不够。那么我们制造质量的管控体系一样重要。我们建立了有8000多个控制点，300多个产品质量门，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缺陷的产品。300多个质量门，也就是有任何隐患和缺陷的产品，在这个质量门就会被剔除，不会放过任何有缺陷的产品。那么全生命周期的20年的这个大数据追溯体系，也就是说，在20年内，任何一个电芯可以追溯到它的每一道序的这个生产工艺，这个所有的参数都可以追溯得到。正是这套严格的制造质量管控体系，为我们筑牢了这个犀牛电池零妥协的这种质量目标。那么尹总经常说，我们的这个研发创新要激进，上车应用要谨慎，这也是犀牛电池零妥协的原则。我们每一款犀牛电池的产品都要经过反复的打磨，每一款产品上车都必须经过10道开发质量门和1000多项的测试，以及整车200万公里以上的路试，才能投入批量。这就是犀牛电池的零妥协。那么至此呢，我们构建了我们犀牛电池的360守护体系，3道防线：材料安全、结构安全和控制安全。6大场景通过电池与整车的完美协同，实现3高2碰1涉水的6大场景安全、零妥协、ppb 级缺陷控制能力以及质量管控体系。那么犀牛电池360守护用户真正需要的安全。那么经过多年的打磨呢，我们奇瑞犀牛电池目前已经形成了覆盖铁锂和3元2大体系，那么短刀、方壳和大圆柱3类结构，形成3大产品系列，也就是犀牛的 H 系列混动专用电池，犀牛 E 系列纯电专用电池，还有犀牛 S 系列，这是固态电池专用。那么犀牛电池丰富的产品能够满足我们多品牌这个奇瑞多目标用户的需求。那么液态电池技术呢，的确已经高度成熟，日趋卓越。那么整个行业、整个大家都在期待这个
全新边界的下一代电池。那么全固态电池无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刚才尹总前面也提到了，那么在此呢也有很多关心奇瑞固态电池的研发的这个进展。今天呢，我也会为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目前固态电池方面开发的情况。那么固态电池，因为它用固态的电解质取代了液态里面的电解液和隔膜，所以它有更宽的边界，它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更高的安全边界以及更宽的温域特点。那么，所以奇瑞在全固态电池研发方面，我们是全力以赴。那么，我们要打造最强的这个团队，我们2年内全固态电池的这个专有团队将突破1200人，硕博比例超过这个90%。我们将最大的投入专项的这个研发这个经费会超过100亿。这个尹总也讲了，未来在全固态电池这个投入上面不设上限。那么，我们要建最领先的这个实验室和试制线，以及我们最先进的这个工艺装备，还有最全的生态联盟。那么，奇瑞的全固态电池呢，我们现在已经全线出击了，那么，全固态电池这个奇瑞这个已经建立了我们全固态电池的这个全流程的一个开发平台，其中涉及到材料设计、体系研发、工艺创新以及电芯产品的迭代。那么大家请看大屏。其实全固态电池的研发难度是极大的，刚才尹总也说了，这必须是举整个行业之力，所以全固态电池开发难度极大，还有很多整个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奇瑞呢也在攻坚克难。那么在材料端，在材料端，我们这个电解质，它又要追求稳定，但是又要追求很高的这个离子传导率，我们如何来兼顾？那么在正极材料，这种高比能的正极材料以及和它的安全之间这个矛盾如何平衡？还有在负极，我们因为容量要提升，我们会用硅基的这个负极，那么带来的这种高膨胀和开裂，我们如何解决？那么在工艺端，这个很难做得薄，就是这个功能层，这个涂布工艺很难做薄。那么在这个等晶压工艺方面，我们如何能够提升这个材料的这个致密度？在化成方面，工艺耗时比较长，我们攻坚克难的就是让材料做到稳安实，让工艺呢实现薄密快。那么在电解质方面，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破局。电解质方面，我们针对电解质在空气稳定性差这个行业的这个痛点呢，我们通过铆定技术强化电解质的这个晶格的这个结构，让它的稳定性大幅度的这个提升。那么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的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实验这个试制线的环境是-60度这个露点，实际上我们做了-45度的这个露点静置24小时，我们的电解质这个电导率还能维持在93%以上。那么正极材料呢，我们为正极材料打造了这个专属的一种护盾技术，改善安全问题，使高镍这种材料这种热稳定性提升到了220°C。那么在负极材料，我们通过负极的这种应力的疏导技术，缓解这种膨胀与开裂，把膨胀率控制到10%以内。那么在工艺方面，那么涂布工艺，我们通过这种超薄的涂布技术，将功能层的这个涂层厚度控制在20微米以内，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电芯的这个能量密度和性能。那么等晶压工艺，我们采用600兆帕，也就是6000个大气压，这个等晶压技术、温等晶压技术，使电芯内部致密度能够达到95%以上，显著地改善这种固态的界面，还有导电效率这些问题。那么化成工艺呢，我们开发了一体式的化成技术，实现了加热、加压和充放电等工序全自动智能控制，节拍呢能够提升50%以上。那么极致的工艺创新呢，驱动了高性能这个电芯的产品快速迭代。那么刚才讲了，因为固态电池还有很多的难题需要攻克，为了进一步的加速全固态电池的研发，我们借助 AI 构建了微米级的这个模型，电芯的物理模型，然后同步有数百个参数进行同步优化，然后我们在里面100万个这个方案里面进行巡优，我们这个研发效率能够提升上百倍。那么通过我们整个固态研发团队的努力和 AI 的赋能，那么犀牛电池这个在全固态方面呢取得阶段性的进展。那么大家请看屏幕。那么犀牛这个全固态电池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个60安时、400瓦时每公斤的这个能量密度的电芯的这个开发试制，我们正在向更高的600瓦时每公斤迈进。那么这个意味着，如果未来全固态电池能够商业化以后呢，我们的客户搭载这个全固态的电池有望续航能够突破1500公里。我们正在努力挑战明年，也就是2027年。我们这个全固态电池能够上车验证。那么，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奇瑞犀牛电池。那么，犀牛电池360守护体系，材料、结构、控制3道电池安全防线。那么，车电协同开发的6大场景用户关心的真安全 ，PPB 级零缺陷这个管控的。这个质量管控实现零妥协。那么奇瑞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投入，打造全固态电池全流程开发平台和生态。最后，犀牛电池更安全，固态电池看奇瑞。谢谢。这个奇瑞始终坚信，造车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良心活，每一条生命都必须敬畏，这是我们严总的话。我们深知电池安全从来就不是一家企业的事，而是整个行业共同的责任。因此呢，奇瑞联合行业权威检测机构和实验室，起草了全球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他们呢，分别是火灾安全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测中心、国家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电池安全重点实验室。我们希望通过这本白皮书与行业同仁达成共识，共同来推动电池安全发展。那么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白皮书的核心内容。第一个呢，我们明确了动力电池安全失效的这个核心机理，为后续安全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我们对当前全球范围内动力电池的安全标准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度的解析，明确了行业安全发展的基准与方向。那么在此基础上面，我们共同提出了动力电池产品安全的设计理念，我们建立了多维度的安全测试评价体系，围绕9大核心维度，确保每一款产品都能够达到既定的安全标准。我们构建了全链路的6大安全体系，覆盖设计、采购、制造、供应链、物流运输，还有整车安全协同等，以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了全域全链路的安全管控，有效避免安全风险。最后呢，我们从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出发，建立了动力电池安全的量化评估标准，让安全看得见。我们希望本次白皮书的发布能够成为行业电池安全提供参考，守护每一位用户的安全出行。下面开始全球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2026发布环节，有请各位行业专家，他们是火灾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欧盟科学院院士孙金华院士，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继东先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电池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建峰先生，请各位依次登台。你好，孙院士。你好，高总。你好，华主任。你好。那么我们下面首先呢，有请我们几位嘉宾，给大家来说几句吧。好，也有请孙院士。尊敬的尹董事长，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与奇瑞共同发布这个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我们团队呢，跟奇瑞汽车根据多年电池安全的研究积累，联合研究，在全球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2026达成了共识。长期以来，我们火灾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奇瑞在电池热失控防控、系统安全设计等领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各自自身的优势，深化与奇瑞的技术协同，以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安全，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谢谢大家。谢谢孙院士，谢谢孙院士。有请高总。大家好，我是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中心的高继东。我们与奇瑞公司已经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并且现在已经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电安全和动力电池技术的联合创新实验室。以此次我们联合发布的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为里程碑，我们将继续聚焦用户的实际应用场景，联合攻关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技术，为行业的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谢谢高总。有请华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本次的白皮书发布仪式。那这份白皮书呢，也是我们各方深入研讨、共同撰写的一个成果。未来呢，我们还将以我们和奇瑞汽车的联合实验室为依托，在电池领域开展长期的深度合作，携手推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好，谢谢华主任。再次感谢3位嘉宾的致辞。下面有请我们的签字机器人登台就位，正式发布这份全球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
请各位嘉宾移步至舞台中央。请各位嘉宾在您面前的Pad电子签名板上签署下您的名字，请落笔。您的签名不仅是对这份白皮书的认可，更是对安全守护这一共同理念的联合发声。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祝贺全球动力电池安全白皮书2026正式发布。现在有请各位嘉宾移步至舞台中央，合影留念。我们在此向行业发出倡议：安全是永恒主题，不可逾越底线。倡议全行业携手，让安全成为产业最鲜明的底色。感谢各位，请嘉宾们落座休息。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奇瑞智能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奇瑞绿能常务副总尹航为我们带来奇瑞能源的生态发布，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奇瑞汽车尹航。长期以来，全球用户始终关注着奇瑞自主研发的电池技术，对我们坚守的安全价值观更是深度认同。一路相伴，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成为我们持续创新、不断前行的核心动力。大家平日里在路上见到的奇瑞汽车，其实只是我们品牌版图的一面。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奇瑞的另一面，我们构建的全域智慧能源生态。当前，奇瑞汽车产业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构全场景的智慧能源生态迫在眉睫。“15+5”新能源战略铆定能源安全、低碳转型目标，着力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破解能源危机筑牢根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奇瑞该怎么做？我们的答案是：以新能源汽车为移动储能核心，以电池全生命周期为主线，构建车储充网云碳6位一体、源网合储协同的智慧能源新生态。在这里，新能源汽车不仅是代步的交通工具，更是可移动的能源载体。电池也不只是车辆的动力来源，更是具备价值的能源资产。为此，我们储备了风光氢安、储充换放8大核心技术，聚焦车储充网云碳6大核心场景，打造了能量魔方、迅龙秒充、虚拟电厂等6大核心产品，构建了完整的能源解决方案。奇瑞所做的从来不止于打造单一产品，我们深耕布局的是一套从清洁能源生产到高效利用的完整能源生态体系。我们坚信，真正的绿色能源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技术参数，而是真正走进生活、触手可及的美好体验。让新能源汽车储能、充电、电网、云平台、碳管理各环节协同运转，实现零碳制造、零碳园区、零碳城市，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能源服务。奇瑞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
让安全、高效、低碳的绿色能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选择，而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生活方式。从清洁生产到绿色生活，从一辆车的零碳探索到一座城的绿色变革，奇瑞始终步履不停。奇瑞让绿色能源走进工厂，我们依托风光储氢铵智能一体化技术，持续打造零碳制造基地。目前已完成绿色零碳工厂7座。今天，我们也郑重承诺，2030年前，我们将要在全球建成零碳工厂25座。谢谢大家。奇瑞的技术创新永不止步，今天正式向全球颁布，奇瑞的首座离网型 eFuel 长时储能零碳示范园区也将在2028年正式落成。园区的融合风光发电、电化学储能、eFuel 发电3大核心技术，可持续满足零碳园区的绿色能源需求，实现100%绿色制造。我们将零碳进行到底。支撑零碳园区落地的关键是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的创新产品——全球首款氨燃料 SOFC 发电装备。这款装备以氯铵为燃料，采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是真正的主动零碳发电装备。我们将风光绿电液化为氯铵，彻底解决了绿电长周期、大容量存储和跨区域运输的行业难题。通过这套装备实现灵活发电，可逐步替代传统火电。它的发电效率可达60%，热电联产效率达90%，负荷可柔性调节，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快速部署，主要应用于工商业峰值供电、绿色算力中心、绿色船舶动力等场景。有了它，100%零碳将不再只是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实现。刚才我们解决了绿色能源制造的问题，而大家在新能源汽车使用过程中，还会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痛点，那就是补能焦虑。今天我们带来了奇瑞的解决方案——迅龙秒充，让充电更智能，进入秒时代。奇瑞的迅龙秒充融合够网型技术、V2G 技术，可实现8分钟续航500公里。让充电比加油更从容。它不仅充电速度快，更兼具智能可靠的核心优势。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够网技术也能实现长时供电，真正做到停电不停装，出行心不慌。在奇瑞的能源生态里，汽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更是您随身的绿色能源站。我们通过 V2X 技术，让每一辆奇瑞新能源车都成为移动的充电宝。刚才提到的 V2G 技术，可实现车辆电池向电网反向放电，助力电网削峰填谷，稳定电网运行。除此之外，还有 V2H、V2L、V2V 全场景补能方案。比如说，大家在路上遇到其他车辆没电的时候，您可以像分享电量一样，给另一辆车应急补电，真正实现车网互动、车能互动，让交通与能源深度融合。零碳生活从来不止于零碳制造、零碳交通，还有零碳家庭。今天我们带来了另外一款产品——能量魔方。过去，家庭用电只有一种形式，从电网单向取电。有了能量魔方，您的家
将拥有一套独立的智慧能源系统，白天光伏发电，魔方存储；夜晚魔方发电，点亮生活。电价高时用魔方的电，电网断电时，魔方是您的备用电源。能量魔方把阳光装进魔方，让生活永不断电。谢谢。当您开着新能源汽车回家，车辆电池也能成为家庭能源的一部分，让每一个家庭从能源的消费者变成能源的管理者。仅仅有产品还不够，奇瑞始终致力于解决用户痛点，满足用户的核心需求。我们决心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用户构建极速、极致、极绿的全域补能网络，让便捷触手可及，让天下没有难充的新能源汽车。我们虚心向优秀的同行学习，携手全球生态合作伙伴，一步一个脚印，计划3年内打造一张更大、更密、更可靠的智慧补能网络，建成够网型超充场站2万座，聚合充电桩超过200万根。为积极响应国家“十五”规划的车网互动战略，我们也首批开启10城100站车网互动计划，将在1年内在广州、深圳、合肥等10座城市建设具备 V2G 功能的迅龙秒充站100座。今天，我们还想向大家宣布一个关于未来能源的决定。奇瑞正式战略布局可控核聚变，投身人造太阳的研发。谢谢。海水中的聚变能量可供人类使用100亿年，真正实现能源自由。从能量魔方到人造太阳，奇瑞的能源版图不止于当下，更指向未来。我们以绿色智慧能源生态为理念，坚守长期主义，创造美好生活，共赴零碳未来。谢谢大家。感谢尹航先生的分享，也请您落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学用先生为我们带来奇瑞能源的产品布局，掌声有请。匠心奇瑞耀星河，犀牛电池稳盘陀，绿能生态通山海，固态稳健护全球。特别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感谢大家。相信大家从液态电池到固态电池，再到核聚变、人造太阳，都听了一堂生动的化学课、物理课。也许好多人没有听得特别懂，但确实厉害，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介绍一下，以最快的速度介绍一下怎么落地。首先呢，今天是3月18日，在1997年的3月18日是奇瑞诞生的日子，所以今天是奇瑞的生日，欢迎各位。那么，在97年的3月18日，我们这个诞生的那一天打下的第一根桩，就是发动机工厂的桩，
所以奇瑞发动机做的一直都特别的好。那么到现在，我们已经做出来48%热效率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它主要采用了膨胀比是26:1，1加2率提升到了35%。更重要的是，用了2驱3连杆的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个缸内的这个行程，做到了绝对的创新。所以在行业里面确实有人的争议，说做不到48%的热效率。我想告诉各位，奇瑞可以做到48%热效率的发动机。有了这样的发动机，在混动可以让我们每一位用户，你的油耗进入1时代，也就是100公里只需要1点几升。我们将在1年内搭载实车上市。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混动上，我们做到了26407转的这个混动的专用的电机。那么将在风云 T9L 上，也就是1个月以后上市。它做到了800伏300千瓦，可以说是性能大 V8， 是全球混动的最高的转速。同时呢，我们正在研发，预计今年将搭载试验上车，轴向磁通矢量双电机。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电机做得特别的轻，而且呢功率还特别的高。它的尺寸缩小了67%，而整机的这个重量呢反而降低了33%，这是绝对的黑科技。通过这样，我们的电机更小，动力更强，我们就可以装在跑车上，我们可以装在很多车上，来实现更好的整车性能。所以呢，可以让全球行业做到了全球行业领先的这个功率的密度，做到了18.4这个千瓦每公斤，目前行业绝对领先。那么同时呢，刚才我的同事们介绍了溪流电池，充得快，用得久，够安全。那么溪流电池主要的特点就是有3道防线，从材料到控制到电池包整个的安全，再到我们用户特别关心的用车的场景，因为所有的电池包的安全都需要到整车上，而我们用户用车的时候，6大场景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也是零妥协。同时呢，我们全面布局了奇瑞的绿能，从风能到光伏到核能到 EFU 到氢能到氨燃料，这就是整个奇瑞的能源系统。我们将有1000人100亿以上投入到固态电池的全站的研发，已经有全流程的研发平台。刚才在下面有媒体老师就问我，什么时候带我们参观你的电池线？什么时候带我们参观你的固态电池的小试线和车间？我想是告诉各位，在未来1个月之内，我们一定组织我们的用户伙伴、我们的媒体老师走进我们的电池厂，走进我们的试验车间，也特别欢迎各位来参加。所以，奇瑞的能源就是溪流液态更安全，固态看奇瑞，能源生态更前瞻。那么如此的布局，我们将如何落在车上呢？落在车上，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车更安全，希望我们的车装上溪流电池，用得久，充得快，同时性能更强。那么就拿全新的 QQ3 来举例，它是一个很小的车，但是小车有大空间轴距2.7米。那么它搭载我们的溪流电池，获得了中汽中心的6维安全认证。Nexstar 6维安全认证包括了碰撞安全、热控安全、涉水安全、
耐腐安全、监控安全以及充电安全。那么这个小车采用了5纵8横的设计，盘式车身加上我们的犀牛电池和守护者电池系统，做到了小车大安全。可以说，全新 QQ3以越级的实力守护你的快乐出行。所以我想说，对于小车而言，都是我们的家人，尤其是这个小车还是宝妈特别喜欢的车。所以小车大安全，更安全是绝不可以妥协的底线。QQ3 盲定订单超过了6万辆，在3月10日到今天正好7天，我们进行了小订，目前订单量已经达到了35689辆。在此，我正式宣布，在本月3月的30日 ，QQ3 将正式上市，尤其是在价格等权益上，一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么纯电除了我们的小车 QQ3， 我们即将在2季度上市的 A9 也是搭载的我们犀牛电池的纯电。那么 A9 东方美学 C 级大空间，全为盘式车身，猎鹰支架。这个刚才这个谷老师，我们同事讲了这个2毫秒断电，我们在奇瑞所有的主流车型上都有这个配置，这个非常的厉害。其实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如果当发生万一有紧急的情况，2毫秒，2毫秒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一个眨眼，可能需要至少半秒，2毫秒，对不对？1000毫秒才等于1秒，所以比你眨眼都要快 N 多倍。所以当一旦发生任何事故，将在2毫秒之内断高压电，它是 PSS， 就好比家里面的这个保险丝设备一样，瞬间爆炸来断电。所以这个技术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有。这个技术是良心车企奇瑞一直在坚持。那么，我们的电池可以做到宽温域负40度到正60度。风云 A9 我们就进行了实车的验证，完全可以从火焰山到百吉村到北极村，完全可以正常的运转。那么行业里面呢，大多是负20度，这个能量保持率可以大于85%，而我们做到了负30度，能量保持率超过90%。可以说，搭载犀牛电池的风云 A9 可以一路驰骋，纵享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说完了我们的纯电电池包 ，QQ3 A9， 现在说一下我们的混动 T9L。是一个智美大5座，将在3月25日正式开启预售。那么它搭载的就是犀牛电池的混动电池。那么同时整车呢装了猎鹰700、灵犀之仓、全为安全以及沉浸式大空间。那么犀牛电池搭载 T9L 做到了5秒级的加速。更重要的是 ，T9L 就完全做到了循环寿命可以充电5000次以上，5000次大家算过没有？1年365天，假如我们每天都充1次电，1年365次。所以我们如果每天都充，也要充13年以上，这就是它的安全，这就是它的循环寿命。同时，奇瑞传承一直以来的厚道，我们发动机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我们 T9L 等主流的所有车型，整车终身质保，含3电系统，同样终身质保。那么，为什么奇瑞的混动做得好？主要是我们从发动机到混动变速箱到电池，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而且都是归刚才给各位做报告的谷冲山
吴总管。那么一个团队呢，高度协同，完美协同，所以我们做出了世界第一这个为目标的混动系统。那么，如果说要谈混动和增程的挑战，我希望各位用户伙伴以及线上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大家一定要去一个叫怒江72拐的地方。这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敬畏啊，也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当年建这条路，牺牲了很多人，非常来之不易。但这条路呢，这个72拐海拔从2700到4600，对吧？接近2000这个落差。我们真要体验谁的混动厉害，欢迎所有的混动车，我们来发起挑战。为什么到怒江有时候堵车？就是因为混动的很多车到半路它开不动，因为只有在这种海拔极高一直往上拔的时候，才真正体现谁的混动厉害，谁的混动不失速。奇瑞混动保证绝对不失速，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1.5 TDI 高效的发动机，我们还有 DHT 260的智能升压的混动变速箱，所以我们 T9L 正在做怒江72拐的挑战，后面也会给各位在3月25号来展示。同时，现在也发起欢迎所有的混动车，我们一起挑战怒江72拐，看谁是真正中国混动的王者。那么讲完了这个纯电电池、混动电池，同时呢，我们的犀牛电池，我们还有就是 HEV 的电池，油混专用电池，我们有 1.83 的这个混动轻混，我们还有长越首创的5.1度电的混动，这个就特别厉害，因为它有了5度电之后，更智能、更节能、更强劲、更舒适。可能很多的粉丝朋友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去年就出口5大洲40多个国家轻混、油混车 HEV， 而且月销量超过了35000辆以上。所以奇瑞不仅在做大电池的混动，也在做轻混，尤其是我们行业出口、行业首创的5度电的混动。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搭载日虎5也将在国内上市。那么它更智能，因为有5度电，虽然它是一个油车，所以它会有猎鹰支架，会有灵犀之舱，跟纯电车没有差别，一样的。由于它有5度电，所以呢，综合续航它又省油，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000公里，能力很强。由于它有5度电，加上我们燃油机的动力，所以它可以做到255千瓦以上，小车大动力。由于它有5度电，同样可以车载冰箱，同样可以露营、观影、小憩。所以这就是奇瑞首搭发明这个中国首搭的这个轻混5度电方案。那么我们将在年内这个上车，欢迎各位用户朋友、各位媒体老师来体验。所以呢，瑞虎5的 HEV 开创了5度电全球新燃油电感的时代。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所有的技术，都将全面上车给各位体验。我们犀牛电池在ES上面可以做到充电8分钟，续航500公里。我们的液态混合电池，也就是民间说的半固态电池，将在年内搭载 EX7 上市销售。我们的全固态电池将首搭星途的 ES8， 这个1年将实现这个上车的试验，也欢迎各位前来体验，敬请期待固态电池的星途 ES8。那么 one more thing， 各位再给我7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个重磅车型，星途的 EX7。
星途的 EX7 是一个性能豪华大五座车型，是我们中系豪华的7系。那么，为什么是豪华的7系？抢七首发啊！首先，我们星途 EX7 搭载的猎鹰700是最新的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它的算法更先进，因为我们在大量的试验运转了 Robotaxi 的 L4的整个运转，将这个运转的数据和算法全部回灌给我们现在的一段式端到端的猎鹰700，在这个车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我们将原有的泊车场景从300家提升到了500家，所以泊车能力更强。同时呢，应急更安全 ，AEB、AES 完全可以做到130公里每小时刹停。那么这是它的自驾能力。那么自驾能力呢？同时我们有这个绝对的啊，这应该是全球首搭的啊，在中国首搭的 EMB 线控制动，将在 EX7 上面首搭，啊，目前是第一个车中国的。那么搭载的 EMB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将物理反应的刹车速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我们是90毫秒。大家知道，正常的车不是 EMB 的车，一般在150毫秒到300毫秒之间。那么你会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告诉各位，如果当你的车是120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那么我们从150毫秒的物理反应速度，当你踩刹车之后，提升到90毫秒，等于提升了60毫秒。大家知道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60毫秒能开多远吗？如果不知道，可以问豆包啊，马上告诉你，2米，就是可以节约2米的刹车距离。大家知道，在高速行进当中，2米意味着生命，意味着安全。所以 EMB 技术在星途 EX7 上首搭。这个 EMB 的技术原来应用是在军用和民用的飞机上使用，所以我们将这项技术完美的用到了 EX7 这个车上，所以做到了制动距离只有从100到0只需要33米，行业同级第一。同时呢，为了做到安全，我们也做了双冗余电源控制器的双备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抢七首发，首搭 EMB， 首搭最新的猎鹰700，引领了智能驾驶安全和豪华性能的2大革命。那么除了抢七首发，还有这个我们奇瑞最新的灵犀之仓 2.0 将搭载在星途EX7 上面。它有什么厉害呢？4个方面。第一，它可以陪伴更温情。怎么陪伴更温情呢？就是各位看到这个我们的小七同学，这是我们的奇瑞 Agent 小七同学。小七同学里面有标准版的小同学，有抬杠大师，有口语大师，有东北的老姨，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智能体了。你可以正常跟他聊天，聊什么都可以答，而且我还试了，可以练口语，你可以跟他英语对话。我们聊一个今天发布会的场景，它不是预埋的所有的这个语库，是通过 Agent 来智能跟你应对。所以有了这个 Agent， 大家想一想，我们开车根本就非常的有趣。你的小朋友在车上可以跟小齐随便的对话。上市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做全新的讲解。第二个，由于有了 Agent， 它更聪明。怎么个聪明法呢？我举个例子。假如我们现在车给它一个指令，我说我感觉太热了，好了 ，OK， 我感觉太热了是我给它发出一个指令。那么正常来讲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夏天太热了就应该开空调，对吧？开空调这是一种。第二个，如果这时候你的空调是27度、28度，你也跟他讲，你说我感觉太热了，它会立马降低温度到23度、22度，理解没有？就它是一个智能体，它会根据车所处的状态是冷到热，
还是从特别热到不要那么热，它会自己判断，它会自己判断。所以这就是整个 Agent。所以小齐 Agent 灵犀2.0将首搭全面搭在 EX7 上面。另外，功能更强大，就是我们现在通过链接这个很多视频、很多这个购买、订票等等方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说我想看一个电影，就是一个猛男在非洲打仗，他就会立马会告诉我你是不是想看《战狼2》。他就会这样，我说 OK， 请打开屏幕，他就会直接进入《战狼2》的视频。大家明白？这就是我打通了所有的连接的功能，让 Agent 能够直接帮你把事儿办成。同时呢，它的桌面还超好玩，我们可以有3D 的养鱼的鱼缸，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小齐帮我生成一张日照金山的画面，它会在10秒钟之内给你生成一张日照金山。你会发现，哇，这个金子太少了，太阳太少了，能不能日照金山照得更多？没问题，马上把光打得更强。这就是小齐 Agent， 这就是灵犀2.0 EX7 全面搭载。那么同时呢，这个车它的尺寸还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大平层。我已经开这个车，最近开了10来天了啊，开了10来天了。因为我每次讲车，我要自己先开。我开了10来天了，我觉得这个车可以很好的上高速、上高架，同样它可以很好的走街串巷。虽然是532的车型，空间很大，但开起来很爽，就是不会有一点的笨重的感觉，操控特别好，所以很喜欢这个黄金比例的532车型，就是 EX7。同时呢，它的空间还特别大啊，双大床，有38处以上的储物等等。所以说，星途 EX7 是全景的大平层，灵活多变的空间，装得下美好生活的所有的期待。那么，作为奇瑞的豪华，我们为星途 EX7 气宇不凡。我们这个有很好的 HUD 非常的帅啊，这个很清晰。同时呢，装了6K 的30寸的大屏，而且它的这个分辨率特别的高，屏占比也特别的高。大家想一想，我前面说的，可以很好的聊天儿，可以跟它对话，对吧？一个 Agent， 同时呢，前面是一个6K 30寸的大屏，对吧？2个电视在前面，所以非常的帅气这个车。同时呢，我们博雅之金的雅目前最好的也配到了 EX7 上面。那么它采用了23个扬声器，而且它有2880瓦的功率，就它的声音出来特别的稳，而且有7.5、点4、点2的布局。什么意思呢？7个水平方位，5个重低音，4个天空的音场，你没发现全景声还不够，在你的左右肩膀还有2个左右肩膀2个音响，所以7.5、点4、点2讲得太帅了。同时悠然座椅，全车通风加热，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大家欢迎各位到，尤其是星途 EX7 的第2排可以通风，可以加热，可以按摩，所以不仅是我们自己开的爽，也照顾您的妻子，照顾您的父母，也特别的爽。这就是星途 EX7 同时呢，我们 EX7 有混动，有纯电。混动搭载了我们最高效的这个混动专用发动机1升油可以发3.7度电，满油满电可以续航达到1500公里以上。同时呢，我们还有800伏的平台，有纯电2个版本，77度电和100度电。那不仅这个，机械性能好，一向是星途的强项，也是奇瑞的强项。所以呢，星途 EX7 采用了飞鱼底盘 3.0， 真的每一个都很厉害。全铝合金的底盘，航空级线控的 EMB， 这个起步就是6活塞的卡钳，这什么概念？起步就是6活塞的卡钳，做到极致的安全。前高阶双叉臂，后高阶5连杆 ，CDC 空簧，液压衬套，这个能用的都用了，而且 FNC 这个碳氮共生的制动器，什么意思？说人话就是从来不生锈，很厉害。这个刹车盘，
就 FNC 的，强度也很强。所以这个底盘飞鱼底盘可以说是驾驭随心，绝对够强。因为有这么好的底盘和纯电四驱、增程四驱的动力，所以我们组合了雪豹四驱，动力随行，可以在7种模式全场景全球领先。所以呢，飞鱼底盘 3.0 加雪豹四驱 2.0 将全面进阶的 EX7 气势如虹。好，那么我们也客观的比较了一下同级别的产品。目前来看呢，6大纬度28项对标，我们有24项全面领先。532的黄金尺寸，纯电增程四驱啊，随便你选，全铝合金的100万级的车身底盘，这入门就是6活塞卡钳，对吧？全车通风加热，前后座位都一样。猎鹰723扬的博雅，对吧？尤其是手搭的烟壁，这就是星途 EX7， 比20万级的6系呢要多一点，比30万级的7系呢也要好一点。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的主角 EX7。好，怎么样？够不够帅气？好，既然这么帅气，今天我们就开启盲定啊！今天开启盲定，只要大家扫码交999元，就可以抵扣2999元的购车金。同时，只要盲定的用户，我们全系赠送价值3999元的大容量的，从这个-6度到正50度的这个冷暖冰箱，当然还有先享礼、尊享礼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中系中式7系豪华星途 EX7。那么我们将在4月中旬正式上市，大家敬请期待。好，今天特别感恩各位，我们今天发布了奇瑞全系的电池，有 HEV 1.83度、5.1度，全球销售，国内也将销售；有 PHEV、REV， 搭载了 A9L、风云 T11、风云 T92等等所有车型，风云 T92即将马上上市；有纯电的 BEV， 我们搭载了星途的 ES、1X7等等车型。那么同时，我们固液混合半固态的 1X7 EX7 将于今年的4季度正式上市。另外，我们犀牛 S 固态电池将搭载星途的 ES8， 敬请期待。能量密度已经突破了400瓦时每千克，将奔着600瓦时每千克努力。那么充得快，用得久，够安全，而且布局全。犀牛电池万里征途，全球守护。犀牛更安全，固态看奇瑞，生态更前瞻。理工男的初心就是死磕技术，普惠全球的决心。
技术奇瑞全球热爱。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李学勇先生的分享。